大利的首都威尼斯，美丽的首都威尼斯，怎么看怎么美啊！其实威尼斯附近呢，还有一个叫做Brno 这个地方呢，叫做彩色岛，你知道吗？我们最近也有来过哦，将在之后的片段播出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彩色岛，也在威尼斯。威尼斯是意大利的重要港口，有亚得里亚海民族之称。这个最知名，岛上整个禁止任何的汽机车啊，居民的交通就只有步行或是搭这个水上巴士啊。每一年呢，这个整个城市都在向下沉沦哦，屋后、屋前、屋旁都有河道经过，所有的基地呢都淹没在水当中。我们到现在的圣马可广场也可以看得到威尼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狮子，而最有名的威尼斯影展也在这里举办哦。它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都市景观跟生活方式。很多人常常讲说，这里就是像意大利的威尼斯，把它用水都来号称。很多国家会认为它某个地方像威尼斯哦。意大利到底有多少古城？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太多了，真的很多哦。我喜欢畅游、穿梭在意大利的古城内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哦？我很喜欢这种不知名的小镇，就算很轻松的只是路过一个小镇而已啊。那当然，其实很多的地方还是很有名的，只是在台湾的市场可能比较没有名气。世界文化遗产古城菲拉拉，哇，这个地方我们又来到了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这个叫做艾斯登塞城哈。几乎每个意大利的中古世纪知名的城镇呢，发展呢，都有一个关系，就是咱今麦看到的一个国家，其实以前伊有可能不是一个国家。比如讲意大利咱看伊对南到北，其实以前可能分成20-30个国家意大利的每一个中古世纪的城叫有名，就是因为伊每一个城内底呢，拢有一个贵族、一个军队、一个国王，过来的国王安尼。所以这个国家以前是分裂的，而后来呢，它合并在一起了，变成被统治了嘛，变成一个意大利的国家。1560年到1598年呢，菲拉拉由艾斯特家族来统治。艾斯登塞城呢，在1385年来动工，15世纪以后呢，就变成了艾斯特家族的营出的地方了喝亚郎银刀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建造在13世纪，有没有？现在看到前面这个就是艾斯特艾斯登家族艾斯登塞城完成前艾斯特家族的住所，就在这个地方菲拉拉。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做大教堂，菲拉拉的主教教堂座，建在1135年。主教教堂座旁边呢，这个以前是市集，现在呢已经改建了，变成很多的商店街。菲拉拉的主教教堂座就在前面这边，我们进来看看教堂的旁边，你看很特别。正面混合着罗马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式，侧面有一连串的小商铺，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边，跟15世纪建起来始终却未完工的一些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装置艺术，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雨伞呢，真的是很特别它挂满了整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说，前几天刚好下雨赶快把雨伞拿起来不要浪费了那在国外很多常常会有这种装置艺术呢，这种装置艺术呢也很特别你不要小看这个，你纬度很好，天气很蓝，两旁边的古城经过政府不断的努力维修，保持现有的状况，观光客才会掏钱来这边玩嘛，是吧？没有很多的霓虹灯，没有总使它在商业化，但是它去掉了一些元素。欧洲不管前面的威尼斯也好，到菲拉拉也好，
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吼，虽然伊一定变成商业化，也是足侪人观光客来到遮，但是注意看，它还是保有它原始的风味在。比如讲，它的分离式冷气机，伊袂使挂到规个厝顶东西，伊无这个水塔，就是你要保有历史的古迹，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你就必须得舍弃掉。厝内底会使整修到水当当，但是我靠，袂使改变了伤济，一切都要按照政府的规定。这个我常常讲，这是在亚洲你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光是在台湾，我每一次都讲，如果你家是个100年建筑，叫你不要改、不要动、不要破坏，你会讲说这是我家，你凭什么听你的？这个叫做自我主义高涨。那你说是还对还是错？这种东西很难讲对错哦，因为呢，我们讲的人很容易啦，对不对？但真正呢，那是换领导票，政府给你卖盖的时候，你买认了一下，是不要那走还是不要那走？这就是很多时候民俗风情不同啊，民俗风情不同。你看啊，这个就是主教教堂座，主教教堂座外面有没有看到这一些？哇哦！不要看到他头断掉，我都觉得这个叫做历史的痕迹啊。就像我跟了中老年人出来，中老年人有两种啦哈，一种是上面老人跟他想哈，哇，有的老年人超会发脾气哈，有时候都会想到说呢，哇，你讲个七老八老啊哈，怎么还那么容易发脾气哈？修养还不到。那第二种是什么呢？有的老人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从他脸上的岁月的痕迹，从他慢慢吐出来的几个字，他的智慧，他的睿智，他的人生经历，那个都不是课本顶管会使学到的。像讲读册，一定是上熬的，书是一定要念，但是人生的阅历、人的道德品性、人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来大教堂座了，这个在1135年混合的罗马哥德文艺复兴时所建起来的菲拉拉的主教教堂座，我们现在就进来到这里面，从外面的斑驳的痕迹，再到进来正在做望弥撒的菲拉拉15、16世纪的艺术作品。讲袂了，道不尽。意大利，今嘛咱对北部沿路慢慢的来啊。现在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文艺复兴发源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佛罗伦斯，也可以说叫做翡冷翠。一个说要有名，比不上威尼斯；一个说代表性，又比不上罗马的地方。但是呢，游过一遭之后呢，我跟你讲，保证你爱上它，保证你喜欢它。在意大利啊，踢腿啊，铁腿啊，在意大利常常需要走路，不是爬山啊，是需要走路哦。所以我觉得来意大利啊，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走路很反感。我常常讲啊，很多人早上去运动会快走，奇怪嘞，你到了国外之后呢，叫你走几步路呢，就哀哀叫哦，这个很不懂啊。普通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常常早上会去公园散步，为什么到了国外以后呢，就会哀哀叫呢？这个问题呢，小王要好好深思一下，这是为何？百花大教堂有看到吗？百花大教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哇，我22岁的时候，第一次踏上了意大利之旅啊。当时我光看到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呢，就为之震撼了。当然没想到多年后呢，不断的再次造访了佛罗伦斯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尤其是现在看到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它建在呢圣雷伯纳塔教堂之上。一开始是由阿诺佛迪冈比欧这个设计，经过了好几个设计师把它设计出来，最后呢诞生了欧洲最美丽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它的外观呢令人震撼，美丽的红色八角形的圆顶，当时采用了滑轮，而并不是传统的支架方式，更显它的工艺之作。
米开朗基罗曾经也说过，我可以造出比他大的圆顶，但却无法造出这么美丽的百花大教堂。百花大教堂前让我们觉得非常渺小，因为它就在古老的小巷道当中，忽然间拔地而起，看到一个震撼的百花大教堂。真的，百花大教堂前面永远挤满了世界各国来的游客，因为真的加碎了啊！哇靠的墙啊，好像刚刚念的不太好，外面的墙啊，哇哦，真的每一次来都很喜欢哦。你看看哦，白色基体搭配的砖红色、绿色的大理石屋，看到不？哦，色彩非常的鲜艳哦。这缤纷的墙面，圣母百花大教堂呢，看过一次，一贯记也掉，世界级的景观建筑，过目不忘的辨识度让人们震撼不已。前面呢是洗礼堂，哎呦，你有没有看到哈？前面百花教堂前面的洗礼堂，这个洗礼堂呢非常的有名哦，圣若望洗礼堂哦。你看黄金的门打造的，我夸那个圣若望洗礼堂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哦。很多人不了解哈，看到百花大教堂会忘记了前面这个洗礼堂。这个洗礼堂呢非常的不得了哦，你要。也要看到它之前还在维修嘞，现在没有了哦。现在呢，前面这个黄金门有没有？哎呦，这个就是洗礼堂它最厉害的地方了哈，包含了当时的建筑师傅巧妙的把自己融合在这个门上面，这真的哈，这很厉害哈。整个你看啊，这整个叫黄金之门啊，著名的黄金之门，用吉马者圣若望洗礼堂啊。百花大教堂当然也可以登顶啦哈，我只有登过一次，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就在我22岁的时候啊，我现在从来没有登上去过的，为什么？根本就上不去啊，怎么上去啊？太难了啊，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每一次来都一堆人啊。文艺复兴摇篮的城市，西洋历史悠久的魅力，百花大教堂。看完了百花大教堂壮观的景色，我们呢也看过，你看有没有从巷子里面再看一下八角形仿罗马式的建筑，圣乔凡尼洗礼堂也在对面啊，前面的3个最后审判金光闪闪的黄金门，旧约全书我们刚刚都有看到了，有没有啊？可惜呢，我们现在呢还要继续走，因为这个地方呢太多了哈，包括这里还有 museum 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有米开朗基罗啦、达文西啦、拉斐尔啊、提香等等大作呢，在里面呢待上一点时间的，慢慢的观赏，哇，就需要很多的时间哦。OK， 我们现在呢，慢慢的要前往另外一个有露天博物馆之称的，叫做领主广场。在这边呢，有非常多知名的雕像，虽然都不是正品，但光看雕像的每个动作、肌肉线条，哇塞，不得了了哦，不得了了。当然现在呢，除了看雕像之外呢，我们要先进来另外一个地方啊。现在呢，这个地方呢，也进来看看啊，它为什么也是有名的地方哦。佛罗伦斯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啊。除了市政塔，除了洗礼堂，是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吧？你看看吧，但丁啊，但丁领刀了有没有看到挖过来但丁这个但丁呢写的曲子呢震撼人心我看到不？这就是但丁引刀了。然后呢，地上呢还可以看得到等一下，我们把镜头往地上移动准备，预备，往下看喽。
以前常讲的意大利美不美？当然美啊！我很喜欢意大利啊，意大利的那种整个氛围我很喜欢。现在看到这个骑马的是谁啊？这不是我这个骑马呢是科西莫一世骑马像费迪南一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所做的把它做出来的。现在我们就到了露天美术馆这个露天美术馆的博物馆为什么叫露天？因为它的雕像太有名了，这些雕像呢就全部树立在外面包括海神啊，还有一个 David， 有没有看到 David 大卫的复制品海格力斯还有凯克斯凯克斯里边我看了一本还有呢这个把它博尔修斯跟美杜莎蛇魔女的首级有没有看到狮子啦还有大卫啦哇，还有当时呢丈量的工程师啊，有没有都把它画下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领军人物以史诗神曲留名后世的但丁的故居也在这个地方。听不不要紧了听不懂真没关系了然后还有呢很多哇讲不完讲不完太多雕像了，你一定要自己来那旁边呢这个金色的不是了这个是后现代的艺术品啦。那旁边还可以看得到海神喷泉，前面这个有没有看到？海神尼普顿的面孔很像克西姆一世，暗喻了佛罗伦斯的海上统治权。雕像竖立在八角形的喷泉底座上面，底座装饰的被铁链拴住的神话人库拉。哇，这旁边是什么？你注意看在石头上面我先讲这个好了，海神喷泉就这个刚刚我讲的海神尼普顿中文翻译好像是尼普顿然后呢这个面孔很像科西莫一世，意思就是以前他要统领海上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这种。咱来你看欧洲的艺术品你也在感觉到第一个画作欧洲的画非常厉害，因为它画起来呢具有一种立体感这是画的最高杰作。另外一种是什么？它的雕塑。为什么？你想想看，要在那么硬的石头上面雕出肌肉线条，前面那个是画出蒙娜丽莎，当时就在这边画的，在这间小屋子里面画的当然，它楼下呢也是卖的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皮件店所以我刚刚所讲的欧洲雕塑艺术最高等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呢，它雕塑出来的肌肉线条，在石头上可以雕这样子，不得了。圣吉米拉诺著名的山城，其实在托斯卡尼地区呢，著名的山城呢，非常的多。圣吉米拉诺就是有美塔之称的。圣吉米拉诺在12到14世纪呢，是它的全盛时期。它也有叫做白塔之城，这嘛是咱第一道来，伊总共有76座塔楼。随着14世纪的黑死病，欧洲在它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黑死病大流行的爆发，当时呢死伤无数发展便随着当时的黑死病，很多东西欧洲的城市它就结束了结束砍就起来了，因为黑死病嘛，整个等于是毁城灭城。到现在，在这一个圣吉米亚诺里面残存着14座的高塔，不过这完全不损它美塔之城的名声实际来到这边，天上岁月痕迹的塔楼，棒赞
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亚洲团体。我再次强调常常不要小看了我常常自己排了很多很多特殊的行程，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团所以有时候大家不太了解起定位行程呢，杀出来的不，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常常会希望排出适合老人不太一样的行程，让大家呢能够深入，能够有一种 home family 那个就我常讲的这种个人家族旅游的感觉。那很多人会认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没啦一般的团队摆摆的，有的人会说，摆摆了讲，没啊，你讲你为了老人，结果我嘛不干嘛你特别为了老人呢？我当下讲乱了。我告诉你常常我之前曾经听过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说这个适合老人，那根本就不适合老人啊我们这一趟就有人这样告诉我你告诉我适合老人，根本就不适合老人啊。我告诉你有的人呢到70-80岁个会走会跳有的人呢50-60岁的伯伯啊那我问你，老人的定义是什么老人的定义不是你连走都不能走是可以轻松慢慢的像散步一样，而不是爬山爬得要死要活的谁知道你连走都不走的时候，那当然就不适合你咯这已经不是适不适合老人的问题了，这是完全不适合你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安排行程呢连走都不走，那也有点可惜啦对不对呢？但是呢可以慢慢走。但说真的啦在欧洲常常很多的地方要用走的因为这个老城的古迹的保护，很多地方呢你是进不去的，一定要用走路的所以这个呢还是得跟很多的观众朋友讲一下你说他累不，他需要走路。就我刚刚所讲的很多人早上起床会去散步但是奇怪他走路就不行了，这我也不太懂得为什么但是呢慢慢走慢慢走，我常讲可以慢慢走你说完全都不走也是有点可惜啦你都不能走也不是啊。所以我说呢，什么总不能说到后来小王在行程上面讲说这一团是适合不能走的，哇，那多奇怪啊，对不对OK， 来1990年被联合国文教科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圣吉米亚诺你有听过吗？ No， 绝对没有，你一定很少听过。西元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可能只挑了很多的比较有名的城市让大家了解到，其实意大利有非常多像这一种没有天际线般宽广的蓝天，那种与世隔绝的小镇，哇！尤其是现在很多阿六仔有没有？他们常常会在景点当中看到叉叉弄起来但是呢，南宫津呢，有一些小镇呢比较属于欧美人士在玩的呢，玩起来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常讲别小看了我们家的行程我常讲我们家的行程呢，绝对不敢说是最高等级很多人看到价格呢，会认为最高等级，绝对不是最高等级我不可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它是最高等级，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很用心，总使在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在下一次也会不断的改进。我相信很多人会接到我们的客服电话。一个旅游的团体，如果你是去投料报名料结束我就结束了，我何必做客服呢？客服是需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哪里做不好，需要哪里再改进的。当然，如果说我们做得好的地方，请你给予这一些跟我一起共事的伙伴们一点点鼓励。毕竟呢，很多的人都必须要接受
小王的理念，才能够跟小王一起共事啊。所以小王呢，对于人员的教育，对于人员的要求，其实还是蛮严格的。但是我说过的，众口难调哦，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每一个人的做法。但我相信，改进修正是我们的原动力。我们现在走到了主教教堂广场，当地的人民政治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广场上面，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我啊！这档呢，狼手卡贼哈，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上阵了啊！走在这个古城，我超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啊！我喜欢这一种哦，没有很多，就大堆华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不错吧？我觉得很棒啊，我个人很喜欢啊。这个主教教堂旁边呢，有一个叫水井广场，又称为奇斯特纳广场。广场中央有13世纪的八角形的古井。水井广场号称的由来，也是跟当地的市场还有东西节庆比赛的场所所遗留下来的。到了水井广场，绝对不能错过连续多年得到世界 Ice Cream 的讲座的冰淇淋店哦。哇哦，这样讲够了吗？这样讲多了吗？一个小镇，这个古城，诉说的意大利以前的历史。一个小镇，一个古城的诉说的什么？诉说的它辉煌的过去。我常告诉大家，出门要带一点现金在身上，就是这样。你看，来这边吃个 ice cream， 你要不要花钱？很多人常讲，没蓝山呢，钱沙类找的有啊，钱沙类找的有啊，不要一直说没蓝山呢，早亏的有啊。那明明能找，你一直喊没有零钱，那早开就好啦。有的人说早亏了啊，我以后我要用掉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真没有办法回答你啊，因为旅游就是如此嘛啊。如果你打算只来欧洲一趟，当然是没有办法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看到有的客人他会把所有的零钱呢，就拿给了当地有时候那种地接的导游。在刚哇，几度纸钞哈，因为呢我回台湾呢，不能换也不能用。其实我觉得零钱你就留着吧，你既然要跟当地的导游换，还不如就给他吧哈，因为为什么扣能扣哇不太好看啊，也不太适合啊，你的人生也不会为了1块2块嘛，对不对哈？我常讲的哦，看不到一世人要创阿回哦，赚钱赚到要创阿回哦，赚钱赚到辛苦到后来，你要安怎？唔甘算，看到人咧算，讲人讨债，但是呢，你有想过吗？你这么努力，一角一分你赚，为的是什么？你到底为的是什么？你的人生有没有目标？不一定要来旅游，但是呢，你赚钱赚这个样子，难道拢会砍开来和家己洗谁吗？我告诉你，轻易得来的，他绝对不会珍惜。人生就这么短短一招哦，去享受它吧，对不对啊？你看看，拼死拼活，一分一角的在存哦，买厝的欠价吼，欠长那多偌济人，对不对哈？有的人少年的时阵无妹无力的做工课啊，做到一身病了，如今呢？自己想想啊，什么样对自己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可爱的、最有名的罗马竞技场斗兽场。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刚好有抗议游行啊。那前面是当时罗马竞技场的凯旋门，这个也是我们来过 N 次的，但我每一次还是会很认真的去拍它。为什么？因为不拍它是不行的。在还没有讲斗兽场的历史之前呢，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旁边的凯旋门，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凯旋门啊。那个从罗马斗兽场对面凯旋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这里很常有集会非常多，常常会有集会这个凯旋门呢，也是古代罗马人创建的，为了庆祝战争胜利而建造出来的纪念性的建筑物。斗兽场旁边的那一个门呢，凯旋门也叫君士坦丁凯旋门。斗兽场旁边还有一个这么有名的凯旋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最有名的电影《神鬼战士》的画面，全部都来了。斗兽场的外墙很多的部分呢都已经损毁了。我告诉你要讲它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它门口呢有一个洞一个洞斗兽场的柱子外面有一个洞一个洞呢，是因为斗兽场是由石块堆叠起来的，石头贴起来早期呢，无水泥这种物件会使固定石头了解无所以呢，罗马人的上帝用铁镐用铁镐将这个石头呢互相绑做伙安尼就会使的链条的啦。斗兽场后来呢废除其功能之后，上面的铁钩呢由于非常值钱，所以呢铁钩就被偷下来拿去变卖，也就看到了一个洞一个洞咯，有没有看到？
前是互相把它牵制住因为石头跟石头之间呢要用铁钩把它架着不会亏嘛有看到无？拢一工拢用陶器杯每一当造访斗兽场的游客呢，100万人从20当前的50万人、100万人到今晚呢，一定呢差不多700-800万人无简单一当来到意大利城市，你佚佗的人呢，差不多2000几万人，伤恐怖呀太多人了罗马的建筑工艺呢，我跟你讲，世界真的是第一。为什么？它在1000年前就可以盖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壮观建筑，没有用任何的钢筋、水泥、铁条就能够把石头这样盖起来，它的建筑真是了不起啊！来有没有看到这个警察也是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俨然变成一个商业聚集之地了。非常的明显你看一大堆的警察在这边，因为今天刚好有抗议活动，这很正常啦。大部分很多时候这里都是有抗议活动的。OK，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咯，准备什么呢？准备开始罗马城市之旅咯。我刚刚有讲过的，在罗马里面呢，你要不断的什么？不断的去走路不断的去行路但罗马佚佗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代志因为已经内底观光客太侪伊无法度讲互你每一个所在，拢开车入去，安尼就会花伊咱今晚来到的叫做西班牙广场，意大利罗马的一座户外阶梯，与西班牙广场相连。我们从三教堂一路走过来就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是法国庞波王朝的国王所资助所盖起来，这个叫西班牙阶梯，今天刚好在维修那在西班牙广场也曾经出现在罗马假期的场景当中，前面这个巴洛克艺术的喷泉被称为破船喷泉，是意大利的雕塑家基尔贝里尼父亲彼得贝里尼所设计的，在1627年到1629年之间建造完成的这个地方。一个不太可信的传闻就是教皇因为台波河的水灾被一艘船冲到了，有深刻的印象，从此做了破船喷泉无论如何啦，反正历史故事就是这样。这前面就是最有名的西班牙广场，西班牙广场呢，购物街呢，哇，就是很多卖精品的很多卖精品的就在这个地方当然你也要买精品就买啦，如果没有呢，就看看前面这个阶梯，就差不多可以前往下一个地方咯。这整段路拢是爱行路的啦，拢是爱行路的。有的人对这个行路，我跟你讲，无行路，罗马那边来你真的不用玩了但是还好啦，就是在城市里面走一走，慢慢走，有什么不好很好啦只是呢，这个就是需要一点体力跟脚力啦，对不对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最浪漫的喷泉我们现在一路要走过去，最有名的叫什么？罗马的景点其实多到数不完时间再怎么紧迫，其实拢爱舍过来这个所在叫做许愿池，来丢个钱币，许个浪漫的愿望。罗马的闻名世界的许愿池就在这里，也就是叫做特莱维喷泉Fountain Trevi 不好念你看今天沿路上很多的这个抗议的人那我们现在呢，在这几个喷泉斗兽就这几个点其实是串联在一起的完全是串联在一起。你说这巴士怎么进来？那不可能嘛所以了解了好走啦。你看天气这么蓝，风景这么漂亮这不走太浪费了。到了，这么有名气的喷泉呢，就在这里小巷子里面。哇，这个小巷子里面永远都是人，你要找到一个净空的地方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了解那在这个地方呢，人山人海还有看到的海神，这里的水呢是远从
外面的小山上把水导进来的。罗马人的艺术工程很厉害，还有它的引水取水道也非常的厉害。浩大的喷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在18世纪的时候就造成了，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罗马在好久以前就有完善的供水系统，在中世纪的时候，因为战乱，敌人破坏了这个罗马的大型水道系统，让罗马人长久因缺水的痛苦。所以19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呢，几个教宗就开始修复水道，为了庆祝罗马重新获得供水，就在罗马城造就了非常多的喷泉，成为了喷泉之都。特莱维喷泉建造千辛万苦，从它的设计完工历时了2个世纪，花了30年，到17世纪的1762年才真正的完工。中间的就是海神尼普顿，我们刚刚其实在佛罗伦斯也有看到了哦，站在海背上面，驾驭了2匹海贝啊，海上的马，跨越过这个大门，哇哦！还有包括上面有4个女人，代表着1年4季哦。现在呢，绕过来我们又将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啊！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哪里呢？也就是万神殿啊！罗马的真的美丽的景色呢，我跟你讲，一时片刻之间看不完啊！这一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海神在正中间，旁边有4季女神啊？那现在我们从许愿池呢慢慢那个走啊，再走到万神殿去，来去万神殿看看喽。小巷子看到了小泉水，我们来到了最有名的万神殿。万神殿是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建筑成就之一哦。这个古罗马建筑艺术大成之就，你很难想象哦。这个是叫做众神庙，也可以叫做万神庙。文艺复兴以来，就是伟人的墓园。西元前27年，由屋大维的大将叫做阿格利巴打败了敌人安东尼跟埃及艳后克里奥伯特拉所建的，在西元80年被火烧了。热爱希腊建筑的哈德良皇帝呢，在西元125年下令重建。在西元600多年，由罗马教宗改名叫做圣母与殉道者的教堂。这个万神殿的名称是现今的名称哦。那哈德良皇帝在重建的时候呢，导入了希腊的建筑手法，外观只有简单的8根圆柱，但它都有看到各有3墙，整个建筑的重心就在这里面的顶啊。你看没？这个穹顶的丁管为了采室内采光呢，使用彩色大理石增添室内的色调，上面呢还打了一个洞，让阳光能够透进来，能够让阳光呢打在这里面，自然的采光。而且呢，它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混凝土建筑的一个混凝土的里面，你看这里面的方形哦，来的正方形的，哇靠，起成圆形的，你讲有厉害不啦？走进了万神殿，逐渐变小的凹格，一层一层上去，这个就是它支撑，没有任何一个钢钉把它支撑起来的，厉害吧？阳光从上面自然洒落，雨水滴下来，在地上自然而然的有一个排水孔，真是绝妙，太厉害了。